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就是这一款 Soundcore 的新耳机，那这款名字叫 Live P3。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开箱的环节吧。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开箱这款，盒装就是一样老样子，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的。那这边有看到他写的这个 Bass Up， 还有这个 Hybrid ANC， 就可以知道这是它的特色之一。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好好学一下苹果，因为画开是真的有点小麻烦的。一样抖就可以把东西取出来。那我这一款的话，应该是深海蓝的颜色哦，只有这个充电仓的部分，哇，很深海蓝诶。它总共有5种颜色，颜色超级丰富。它有着星空黑、深海蓝、晨曦白、晚霞橘和月光蓝。月光蓝应该是比较浅的啦。那我这是深海蓝。那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充电仓，感觉蛮好的开始。然后接着是这个配件的部分。然后配件的话，有着一条这个 Type C 的传输线，所以它也是走 Type C 的。现在应该没有人不走 Type C。然后额外4组耳塞，而且它耳塞很棒的是，它这颜色是有对到，所以这点蛮让人加分的。然后原本里面应该也有一组，对，原本就已经有一副了，所以它从小到大的 size 它都已经附给你。所以盒装内容物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充电线、充电仓和耳机本体，然后一个额外4组整理非常干净的耳塞，而且它颜色我觉得真的是有对到很好。然后整个的充电仓的感觉就会像这样，是这种有点圆的这种造型，然后单手不太好开，不过它整个的大小蛮小的。背面有个 Type C 的接孔，然后前面的话，在这个开合处这边可以看到说它是有这个3颗的指示灯去指示电量，并没有任何的按钮。然后它这一款也是同时有支援的无线充电功能，所以说你看像这样放上去，它就亮了，它是有无线充电的部分，所以基本上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状况在。然后它这个也是有做磁吸啦，充电上也是有做磁吸，所以晃不下去，蛮好的。哇，这个耳机打开真的是蛮漂亮的，你看里面的感觉是这样，它有一点这种亮面的感觉，加这个雾面的收音感，整个的感觉我觉得很好。而且它这边是走这种亮面，但到这个收音感的时候是走这种雾面，然后整体的感觉再搭配这个耳塞的话，整个感觉是非常一体成型的。哇，曲面然后亮面打磨，整个人摸起来感觉和看到感觉都很不错，再搭配它这个。整个是非常一体的，我很喜欢这种设计。然后整个的耳机的部分的话是走这种入耳式的，然后这是它整个耳塞的感觉，走这种比较偏薄膜吧。然后整个的感觉，我觉得耳机的体积并不会到太大，耳机的收音感也没有到太长，但是整个真的蛮美。你看它这个颜色会有点这种亮亮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你真是佩戴出去的话，我觉得效果应该是蛮好的。这边还有这个，来试一下好了。再一个。然后放进去的感觉就会像是这个样子，然后开合的感觉的话也蛮不错的，并不会有那种太廉价的感觉。不过整个应该就是走这种塑胶的材质。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耳机的规格部分吧。首先它走的蓝牙是蓝牙 5.0， 然后有着 CM 的复合式大动圈单体，然后很厉害的是它支援了 ANC 的主动降噪，再加上一个通透模式。然后真的很猛是它还额外又再支援了一个低延迟模式。那这次的话比较特别的是，通常大家都是从晶片去触发这个低延迟的状况，但是它这一款它是从 App 去触发的，所以说不管是 Android 或 iOS 的手机都可以享受到这低延迟。那我这边的话，在之后影片后半段也实测这2款手机的低延迟的状况。然后它这款是有支援6个麦克风的通话降噪，再搭配 AI 的通话降噪，所以说我对它的通话表现也是非常期待。再加上它有这个收音感的部分，非常的不错。防水等级来到 IPX5，然后还有支援 Soundcore 的 App， 就是一如往常，你可以在里面调一些 EQ 啊设定，我觉得很不错。那电力的部分的话，单次使用如果没有开启 ANC 的话，是可以到7个小时；开启 ANC 的话，是可以到6个小时。搭配充电仓的话，总续航可以来到35个小时，所以说非常的不错。好啦，那大概就是这款耳机的规格。那我也会试用它一阵子之后，再来跟大家讲说这款耳机整个感觉是如何。2000 years later。
OK， 那经过了一阵子使用这款 Life P3之后，我想要来聊一下我整体使用的感觉，就是包含它的舒适度那些。那首先，因为它这一款是使用这种入耳式的，那整体的耳机的大小对我来讲很刚好，不会又大又圆又粗又长，放进耳朵的时候你不用冷下，还算蛮舒服的。它整个的感觉整体来讲，我觉得算是一个可以佩戴蛮长久的一个耳机。而且它的 App 也新增了一个模式，非常的有趣，叫做耳塞套测试，它可以帮你看说有没有佩戴好。那我觉得这种模式对于之后有许多人在选择耳塞上的障碍可能会减少越来越多，那也是会越来越便利。那安静的环境下的话，佩戴好的话，它会播放出一段音乐，去检测出你的耳机有没有佩戴好。那我真的也有测试说，如果假设你真的故意把它佩戴不好，那它是真的可以检测出哪一只耳朵是没有佩戴好，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而且它检测完底下也都会有建议的佩戴方式和佩戴的教学，所以我觉得蛮好。然后再来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关于说它这个耳机的这个设计感。它这个耳机啊，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色系非常一致，这点感觉真的非常好。它整个的设计感觉让你从边缘的亮面啊，到整个充电仓的感觉，拿起来就是非常赏心悦目。我每次拿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设计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款耳机的充电仓的开合也是我目前为止使用过前几名的开合，就是它给你的感觉完全不会有种廉价的感觉，非常舒压。然后再来就是耳机的操作，那整个的触控的灵敏完全不成问题，几乎不太需要任何学习成本，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去操控这款耳机，很快就上手。那每次成功之后，它也都会有提示声，所以说你整体在操作的时候算是一个很安心的一个设计了。那它的 App 也可以完全去制定这款耳机的操作，那你可以设定说你有点一下、点2下和长按2秒的选项。那台爬误触的话，你甚至有选项可以把这个操作关闭，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的好。那不过我个人还是会希望说有个点3下的选项，因为像这款耳机它是支援了 ANC， 然后还有音量调节，就是说假设你少了点3下这个选项去做操作的话，你可能就会牺牲掉音量的调节啊，或者是上下手歌，我觉得很可惜。然后这款耳机的连线速度非常的快速，你打开之后不到5秒左右它就连上，非常的惊人。然后左右耳切换完全没有问题，不论是在听音乐或什么，你左右耳乱放进去再拿出来，音乐完全不会中断。好，然后接着就是来到双系统的延迟测试，因为它这一款它是透过 App 去触发它的低延迟，所以不论是在 iOS 或是 Android 的系统上，都可以享受到它低延迟的模式。那我们这边就两边系统我都有做了一个测试，然后都是开启它的低延迟模式。那你听听看，说这个枪声的感觉，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去跟人家对枪的时候，或者说输的时候，就可以怪你说干太慢了，还是这个耳机其实是可以达到你的期望的。好，然后再来，我想讲一下它这个 ANC 的感觉和通透的感觉。这款耳机的 ANC 有3个模式，分别是室内、室外和交通。那我个人觉得 ANC 的感觉是有的，就是当你在坐公车的时候，有些低频的声音，它确实是可以过滤掉。但整体来讲，我觉得它的降噪的程度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明显，就是它的 ANC 的感觉可以再更强一点。那它在3个模式底下的差异，我感觉起来是差异感就更不明显一点。所以说这点的话，它可以再做更加的加强。那至于通透模式的话，它是选择了2种，一种是全部通透和人声模式。不过我个人觉得它的通透模式的底噪稍微有一点点大，然后我会有一点左右耳不平衡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左边的声音好像在更大声一点，所以这点可能我不知道之后可不可以透过软体去改进。好，然后再来是通话品质的测试。那我这边测试了2组，分别是一组室内和一组室外。那你可以听听看，说这个通话品质是不是你可以接受？好，我人目前在室内，然后应该算是一个蛮安静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来测试看看这款 Soundcore Live P3 的通话测试。那照来讲，这环境应该是要听得蛮清楚。那可以听听看，说这室内的通话表现是不是你喜欢的？好，我现在来测试这款 Soundcore Live P3 的通话测试。那我人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有蛮多汽车经过的。那你也听听看，说这个通话品质是听得清楚的，是不是你喜欢的？
好，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音质的部分，相信大家对这部分都是蛮有在意的一个部分。那音质的话，基本上这一款它是有 App 支援 EQ 调节的，所以说我对音质的感觉是放心许多，因为你基本上可以客制化你的那个声音的曲线。当然还是有些硬体的部分是固定没办法调节，但是至少软体的部分你是可以透过软体去修成你自己喜欢的形状，让耳机变成你的形状。所以说这点的话，我对于它的音质是放心许多。那这款的 EQ 调节也非常方便，跟之前一样，它除了有原本一整排预设好的 EQ 让你去做选择之外，你也可以设定自己喜好的 EQ， 让你的调节是完全有弹性。它甚至还有提供一个 Bass Up 的模式，让你的重低更重，全到肉那种感觉，很不错啦。那我个人对它的音质的感觉是，我觉得它一开始的低音量就已经蛮足够，所以说我甚至都没有去开启它的 Bass Up。不过假设你真的是非常重口味的人的话，你是可以去开启的，那这个选择是在。那音质的感觉，我觉得整体来讲比较偏暖，那音量和退力都蛮好，人声的感觉我觉得蛮靠前的。那中频的部分比我想象中的表现还要再好一些。那我觉得它可以在改进的部分，可能是它的音场感觉，我会希望再更宽阔一点。那这点就是之后它可以再改进的地方。好，然后最后来介绍两个它 App 我觉得非常好玩的模式。Soundcore 的 App 真的是越做越厉害，我觉得非常好玩。它这次加入一个模式叫做睡眠模式，就是你可以放着耳机的时候听一些白噪音，那它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声音，像什么雨滴的声音啊、车子的声音、风扇的声音，你可以慢慢叠加上去，那你就可以创造出自己喜欢的白噪音。那你可以设定它的播放时间，那你就可以听一段时间它就停止播放，你可能已经入睡了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非常好，也是大家可能会非常需要，就是它有一个叫做寻找耳机的功能，它会让你的耳机发出一个高频的声响。那你真的不小心如果掉在桌下或者沙发底下或床底下，它都会发出一个声音让你去找到它。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啦。好啦，那大概就是这一款 Live P3 的一个测试。那按照往例，我这边也会有抽奖，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参加抽奖的话，也记得该做到的都不要忘记。好了，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一个喜欢，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